邵雍闲行吟赏析：长忆当年扫壁庐，未尝三径草荒芜。欲为天下屠龙手，肯睹人间非圣书。匹太乌来知进退，乾坤渐了始亲疏。自从会得还忠义，嫌弃胸中一点无。人们常说40不惑，50知天命，60而耳顺。到了60岁时，无论听见什么奇闻怪谈，都不会感到惊奇而耳顺了。这是说，一个人在年轻时拥有了丰富的人生经历后，到了老年，他才会放得下诸般烦恼而耳顺。邵雍在他60岁的这一年，写下了这首闲行吟，回顾了他的前半生。下面就让我们从邵雍的人生轨迹里寻找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值得你我学习和深思的吧。首联：长忆当年扫壁庐，未尝三径草荒芜。北宋乾兴元年壬戌年，即公元1022年，邵雍12岁。这一年，邵雍全家从今天的河南林州市迁到了共城，即今天的河南辉县市。邵雍的父亲邵谷选择在苏门山下居住。年轻的邵雍一心于科举之学，曾经在苏门山百园之上盖了一间简陋的茅庐，冬不庐，夏不善，刻苦读书。后来遇到了共城县令李之才，两人相谈甚欢，显然李之才有意栽培，于是邵雍就拜李之才为师从业，授物理之学。据说邵雍学完物理之学后，心气很大，眼界很高，觉得自己的本事大到没边了，干什么都能成了。看到邵雍骄傲的样子，李之才告诉他说，还有比物理之学更深奥的学问，那就是性命之学。当邵雍学性命之学后，才开始真正理解什么才叫高深的学问，也为自己先前的狂傲而感到羞愧，于是3年不舍榻，昼夜微坐以思，写《周易》一部贴于墙上，日诵熟10遍。宋史形容他的这段为学日子是艰苦克力，后人据此引申出了成语艰苦卓绝。首联开篇的这句当年扫壁庐，就是指邵雍年轻时在苏门山百园之上刻苦学习的生活。网上也有的资料说邵雍是居母丧才在苏门山百园上的，但根据郭玉编写的邵雍年表来看，邵雍26岁时生母李氏才亡故，葬伊水园上。网络资料不确，今从郭玉所编。西汉末年有一位名士名叫蒋许，字元清，他在汉哀帝时任兖州刺史，后来王莽篡汉时，他托病辞官，隐居老家，荆棘塞门，足不出户。他在住宅庭院的竹林里开辟了3条小路，经常在这3条小路间徘徊游息。他不愿意轻易接待来客，只有和他志同道合的2位隐士杨仲和裘仲，才得和他同游这3径小道。由此古人以3径指归隐后居住的园圃。陶渊明有三径旧荒，松菊犹存。白居易有明月皎皎照三径，绿杨依依映两家。杜甫有三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等。邵雍说自己当年刻苦学习时扫壁庐，这里的三径当然不是指隐居，而应该是指在三径中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之意。由于邵雍在苏门山筑庐苦学，终日闭门不出，所以他的父亲和老师告诫他要避免闭门造车，要适当的游历交友，以开眼界长见识。因此邵雍一生都在践行这一原则，春秋2季出游，而冬夏则闭门不出。未尝三径草荒芜，意思是说在艰苦卓绝的学习之时，也没有忘记出门游历和结交朋友，没有让那朋友来往的三径之路上长满荒草，说明朋友们来得很多也很勤。颔联
欲为天下屠龙首，肯睹人间非圣书。首联说未尝三径草荒芜，邵雍是不是只想贪玩交朋友呢？他交很多朋友是想干什么大事吗？颔联给出了答案，欲为天下屠龙首。屠龙点出庄子列御寇。朱曼平学屠龙于知礼义，善千金之家，3年继承而无所用其巧。朱曼平向知礼义学习屠龙的技术，耗尽了千金的家产。3年后学成技术，却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施展这样的技巧，因为世间无龙可屠。后世常用来比喻高超但不实用的学问或技艺。青年时的邵雍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怀有经世济民、建立不世工业的宏大志向，有龙屠龙，无龙屠天下之恶。显然，在青年邵雍的心里，屠龙首就是安邦定国、经世济民的大学问。刘亚子有诗：气临悲凤扬狂客，搏虎屠龙革命军。正因为热血青年的远大志向、宏大心胸，所以在学问上也心高气傲，只看得上圣贤之书，绝不沾染那些杂而不纯、无益于道的非圣之书。将军有剑，不斩蝼蚁。青年人正是血气方刚，却能不受博杂闲书、歪门邪道、放荡隐逸之类书的诱惑，足见青年邵雍的磅礴气概和学习定力。颈联：否太吾来知进退，乾坤渐了始亲疏。否是指周易的否卦，坤下乾上，卦辞是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象传说天地不交，否君子以简德避难，不可容易路。太是周易太卦，乾下坤上，卦辞是太，小往大来，吉亨。象传说天地交，太后以才成天地之道，辅向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成语有否极泰来。否和泰在口语中一般近似的表示坏和好的意思。否卦大往小来是阳走了，阴来了，好的东西都走了，坏的东西都来了，表示达到了很坏的情况。狗来咬人，人总不能也去咬狗吧？所以这时候聪明的人、正人君子肯定也要隐退、退避的。和否卦相反，太卦是小往大来，是阴走了，阳来了，坏的东西都走了，好的东西都来了。显然表示事情进入了良好的局面，各种好事都在发生，于是君子们也都趁着好时代，想要大有作为，努力上进，去做一番事业。人们常说的一帆风顺、工作顺利，这种情况往往就指太卦天地交的大好局面。处于这种好时代，人们要才成天地之道，即要做出实实在在的功业。这就是与退相对应的进。乾坤二字虽然也出于周易，但在这里并不是指乾卦和坤卦，因为卦并不可见，而只能取物去思。能让我们肉眼所见、放飞身心灵的乾坤，指的是人们生活在其中的物理空间上的天地。天地之间包罗万象，正因为人只是万象之中的渺小之一，人们觉得在自然界里孤单，才会产生人的群居、人群的交流、社会和国家的产生，万象从而实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正因为人们见识了天地之广、万象之众，才自然的本能的产生了亲与疏的感觉。人们本能的不可能和蛇蝎虎豹去亲近，但是圣人和君子们在本能之外，通过读圣贤书修养品德，却能对万象万物进一步的去分亲分疏。于是就有了梅兰竹菊是君子之友，五谷六畜是百姓之资等等。当你想要夸奖一个人的学问和人品都很高很高时，就可以用这句以识乾坤大，优廉草木轻来表达。一个人连草木都可亲近爱护，可想而知他对身边的人该是何等的呵护有加呀。这就是邵雍所说的乾坤渐了始亲疏的道理。
当然，在周易64卦中，并不是只有太否两卦才代表进退。太否代表的是天地交和不交的情况，除天地之外，八经卦还有水、火、雷、风、山泽，彼此之间也有更为复杂的相互关系，进而也会表现出一定的进退亲疏。但邵雍在这里只是用了指代的关系，天与地、乾和坤是周易里最基本的两大件，用否太乾坤就代表了全部的周易思想和道理。总之，净莲的这句诗表达了诗人赞美周易之道、崇尚周易之学的有物有实的获得感。威廉自从会得环中义，嫌弃胸中一点无。环中义是全诗的诗眼，从青年时的读书扫壁炉、三径交朋友，到学屠龙手、读圣贤书，从而悟进退、使亲疏。这一路走来，诗人最终达到的境界是什么呢？诗人说是会得环中义，仅仅是会得、见过、认识了这个环中义，就已经达到了嫌弃胸中一点无的豁达从容之境界。那要是完全掌握了、深刻领悟了环中义的真谛呢，岂不是就能原地飞升了？可见环中义是凌驾于一般知识之上的，处于认知界的天花板级别的高级学问。有多高级呢？这里面涉及到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环中义点出庄子齐物论，书使得其环中，以应无穷。环比喻是非、得失、成败等无穷无尽的对立变化，而环中则是那个空虚的、不依附于任何一方的中心轴，也可理解为宇宙运动变化的核心。另一种观点认为，环字有的草本上也写作寰宇的寰，环中义就是指宇宙本身的道和规律。总之，无论是哪种观点，环中义都是指超越了人类社会活动规律的高于全人类、普及于全宇宙的大道治理。也正因为认识到了人类相对于宇宙和自然界的渺小和短暂，诗人才说个人所遇到的那一点宠辱得失，人们面红耳赤所争论的那一星半点，放在整个自然界里，放在整个宇宙中，微乎其微，完全不值一提。正如3岁小孩会为了一颗糖果去争执，而一个成年人要是也这样，就显得幼稚可笑了。因此，认识到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诸般烦恼、焦虑，人与人之间产生的各种羡慕、嫉妒、恨，这一切放在环中这个宏大的格局下时，就显得幼稚浅白了。所以诗人的胸中闲气顿消，安乐自食。尤其是邵雍的这首诗写在王安石正式推行新法的第2年，当时邵雍的许多门生故旧因为对新法不满，气愤地想辞官，纷纷写信给邵雍征求意见。在这种情况下，邵雍以诗表态，说嫌弃胸中一点无，鼓励大家不必上火置气，而应该以家国天下、民生福祉为念。以上就是我对邵雍闲行吟的赏析解读，不当之处，请您在评论区不吝赐教，谢谢。